老公，在我们结婚纪念日送你上路，你是不是感到很惊喜？为什么？你们一个是我最爱的妻子，一个是我最亲的兄弟，为什么要这样害我？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陆氏集团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嫁给你是因为爱你吧？你知不知道，我这些年陪你演戏，装体贴，装温柔，我早就受够了。我爱的人，从始至终都是天宇。你们这对狗男女！陆泽辰，你的公司、你的钱，还有你的女人，我都会替你照顾好的。原来我是一个这么好的婚姻，亲情相待的兄弟，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。若是有重来的机会，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。老公，今天怎么起这么早？林微微，老公，你怎么了？这不是梦。我重生到了被杀的3天前，老天爷，你真的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。老公，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我看你一头的汗。老婆，我做了一个很真实的噩梦。我梦见我的酒里被人下了毒，被人害死了。下药？难道他发现我们的计划？果然，他们早就计划好要杀我。老公，你别胡思乱想了，这只是一个噩梦而已。真的只是一个噩梦吗？林微微、陈天宇，这一次猎人和猎物的位置该换一换了。陆总，你去把公司所有的财务数据，尤其是资金流水和项目拨款明细，全部调出来，送到我这里。全部吗？这些一向是由陈副总直接负责的。怎么，我没有资格查看吗？是，陆总，我马上去办。林微微、陈天宇，以前的我就是太不幸了，才会一败涂地，落得生死下场。这一次，我要你们每一步都走在我的陷阱里。泽辰，我听你助理说你要调取公司全部的财务数据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？公司有几个项目需要竞标，我提前过来审查一下。泽辰，公司的财务一直是我在负责，从没出现过差错。你这样做是信不过我。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，怎么会信不过你？不过从今天开始，公司的财务部分就暂时由我亲自负责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泽辰，你知道咱们集团的财务体系复杂，突然更换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动荡呀。天宇，你别多想，我把公司财务接过来，是因为有一个更重要的项目需要你去负责。更重要的项目？城东的那块地皮，明天上午要公开竞标，如果能拿下，获得的利润
将会让整个陆氏集团的市值再上一个台阶。我想让你去负责这次竞标。这么重要的项目，交给我？我刚刚接到通知，林氏的项目出了点问题，必须过去解决一下。我担心在竞标之前赶不回来，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。都是兄弟，谈什么辛苦啊？你放心，这次的这个项目，我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。等把这个项目做成，我在陆氏集团的威望将无人能及。到时候陆泽辰在意外身亡，陆氏集团就是我的了。哦，对了，有件事情我得提醒你一下，这次竞争的最大对手是苏氏集团的苏婉。那个女人眼光独到，手段果决，你可千万不能大意了。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，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？你有这个信心就好。不过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，这个项目关乎到公司未来3年的发展，你要是搞砸了，可别怪我不留情面。放心，你呀，就等着帮我庆功吧。啊，走了。前世我在外奔波，为公司辛苦打拼。喂，王总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公司的日常运转和财务都放心的交给陈天宇负责，结果他却一步步的架空我，直到最后联合林微微将我置于死地。现在我要把我所有的权利都一点点拿回来，让他们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。陈天宇，好好享受我为你准备的大礼吧。喂，苏总，我是陆泽辰，有时间见一面吗？是我。你干什么？吓死我了！你别乱来，小心被别人看着。20号，陆泽辰人已经在国外了，而且你不觉得这样更刺激吗？陈天宇手里有陆氏集团的股权，直接撕破脸不是明智的选择。不过可以先收点利息。喂，老公。老婆，你在家里吗？我在家里呢，老公。老婆，你确定在家里吗？可你的车为什么一直在震动啊？什么？是我看错了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老公。我的车今天送去检修了，刚
刚才的震动应该是检修工人检修发出来的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意外。既然是这样，我就放心了。妈的，真他妈扫兴！还不是你，非要在这里，差点吓死我。李薇薇，你的谎话还真是张口就来啊！我前世竟然被你这种人骗了这么长时间，真是可笑。你真是如饥似渴啊！在车里搞完，又回到家里搞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刺激，那我就给你再来点刺激的。哎呀，急什么？出了一身的汗，我先去洗个澡。新买的，一会儿穿给你看。快去！陆泽辰啊，你的一切很快就都是我的了。好看吗？你是谁？你好，李女士吗？这是陆先生给您订的蛋糕。啊，好。哎，虚惊一场。嘘，陆子辰你好。喂，老公。老婆，蛋糕收到了吗？收到了，谢谢老公。对不起啊，老婆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却因为工作没有陪在你身边，就只好给你订了最爱吃的蛋糕，希望你能喜欢。没关系的，工作要紧，只要是你送的，我都喜欢。你说陆泽成会不会发现我们呢？
我今天怎么觉得他在电话里面怪怪的？放心，陆泽辰那个蠢货，怀疑自己也不会怀疑我们的。而且他今天还刚刚把成功的项目全交给我负责，等到明天，我把项目给拿到手，再按照计划除掉他。到时候，整个陆氏集团就都是我们的了。那你到时候可要好好对人家。当然，你可是我的贤内助啊！老婆，玩得开心吗？啊！色尘，是你回来了吗？老公，老公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刚刚的声音是从这个里面发出来的。祝你生日快乐。妈的，这个阴魂不散的陆子琛，好好的心情全被他给弄毁了。好了，别生气了，再忍2天就是我跟他的结婚纪念日，到时候除掉他，我们就不用偷偷摸摸的。可是我今天火很大呀。今晚我们有1整夜的时间。林薇薇、陈天宇，现在只是开始，我要让你们在最得意的时候跌入万丈深渊。I should probably keep my pretty mouth shut. Straight for the castle. 陆总，我们2家公司可是竞争关系，你这样私下约我见面，就不怕有人非议你吗？苏总，可以先看看这个。城东项目的竞标书，陆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想让苏总拿下这个项目。城东项目可是块大肥肉，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很简单，我只是想让有些人为他们做出的事情付出代价。陆总，大家都是明白人，有什么话不妨直说。没想到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陆总，竟然还有后院起火的一天。所以，你这么做是为了对付陈天宇？没错，陈天宇手握陆氏集团的股权，我要把他踢出局，总得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吧？可我怎么知道这不是你故意设下的圈套？我陆泽辰，就算再怎么不堪，也不会为了一个项目把自己的老婆搭进去。苏总，拿下城东这个项目，对你们苏氏集团百利而无一害呀。
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喂，老公。喂，老婆，我的事情已经忙完了，已经提前回来了。什么？你回来了？什么？你回来了？老公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你现在到哪里了？我已经到门口了，马上就进。什么？到门口了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来不及了，赶紧先躲起来，快！老公，你回来了。老婆，你平时不是最爱睡懒觉吗？怎么这大早上的，一副急匆匆的样子？你看，额头都出汗了。我这不是太想你了吗？知道你回来，就特地出来迎接你。老公，你累了吧？我去给你倒杯水。老婆，家里怎么会有条男人的领带？老婆，家里怎么会有一条男人的领带？老公，喝水。是你的领带，我整理房间的时候可能忘记放回去了。是吗？可我怎么记得，我从来不系这种颜色的领带，反倒是天宇偏爱这种颜色的领带。是天宇来家里的吗？没有，我就随口一说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激动？有吗？老公，老婆，你一个人在家，床上怎么这么乱啊？我还不都是因为你留我一个人在家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老公，不要！老婆，我就是想拿件换洗的衣服，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呀？是不是柜子里面藏了别的男人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老公，我是想着你这一路奔波劳累，你先洗澡，一会儿我给你拿衣服。啊，对，我给你拿。这点小事我自己来就行。
不要！这点小事我自己来就行。老公，老婆，你怎么了？这么紧张，都出汗了。可能是天气太热了。老公，你一路奔波劳累，要不先去洗澡吧，我拿换洗衣服给你。既然你们想玩，我就陪你们玩个够。好，那就麻烦老婆了。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？快走，快走！老婆，老婆，怎么了，老公？帮我拿下浴巾。啊，好。走走。我感觉陆泽成有点不对劲儿，你找机会试探一下，看他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老公，你从刚刚一进门就到处搜查，你是不是怀疑我出轨了？老婆，你怎么会这样想呢？我是担心你一个人在家，怕有坏人突然闯进来，对你图谋不轨。我才不相信呢！老婆，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？你长得那么漂亮，难免会被别有用心的人觊觎。我一想到有这种可能，心里面就慌得不行，这才忍不住到处看了看。是我不好，吓到你了。好了，原谅你了。对不起，老婆，昨天是你的生日，我竟因为工作把你一个人丢家里了，现在还惹你生气。你别这么说，你工作忙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，为了我们以后的幸福，所以我不怪你。老公，你想不想我呀？当然想了，你不在身旁，床上都空落落的，这不一忙完我就赶回来了。老公，我也想你了，我们好久都没有。我昨天晚上没休息好，太累了，要不改天吧。老公，你不用等。老婆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喂，好，知道了，马上过去。老婆，公司有一个重要的项目，我必须赶回去处理一下，等我忙完再来陪你。那好吧，那你快去吧。看来是我和天宇想多了，陆泽辰终究还是那个被我稍微一撩拨就能轻松拿捏的蠢货。妈的，苏婉那个贱人，怎么会对我们的条件一清二楚啊？泽辰，你来了，你听我说，这次竞标的这个事情，我不想听经过，我只看结果。你知道这次竞标失败给公司造成多大的损失？我知道，泽辰，这次确实是我失误了，但是这里面一定有古怪，你知道吗？苏婉这个女人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，对我们的计划简直就是了如指掌，给出的条件和价格完全就是在针对我们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人泄露了公司的机密？不，我怎么可能会怀疑你呢？我只是太奇怪了，你知道吗？竞标策划书是我亲手做的，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。你是在怀疑我？不，泽辰，我怎么会怀疑你呢？我只是觉得太奇怪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说那么多有什么用？
商场如战场，败了就是败了。天宇，这次竞标失败，你必须负全责。公司所有的股东已经一致决定，让你把手中所持有的股权交出来。什么？要我交出股权？泽辰，只不过是一次竞标失败，这也太过了吧！公司那群股东你也知道，他们都是一些见钱眼开的货色。这次操守的肥肉没了，怎么可能会善罢甘休？让你交出股权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泽辰，你听我说几句话。你知道，我的公司一直都是尽心尽责，这怎么能因为一次竞标失败就把我的股权让出去呢？这太不公平了。天宇，你先别激动，不是我不帮你，这次竞标失败对公司的影响太大了，我总得给其他股东一个交代。这样吧，你把股权转让到我的名下，等过段时间这件事情风头过去了，我再找个理由还给你。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，你不会不相信我吧？泽辰，我怎么会不信你啊？这股权就等于话语权，没了股权，我还怎么管理公司，怎么服众呢？天宇，你别多想，我就是看你这段时间太累了，正好借此这个机会，给你放个假，好好休息一段时间。不是，我不需要休息，泽辰，我可以。好了好了，事情就这么定了，等你恢复好状态再回来。泽辰，收回股权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我会让你和林薇薇在绝望中变得一无所有。陆总，谢谢你提供的竞标书，让我成功拿下城东的项目。苏总客气了，以苏总的能力和苏氏集团的底蕴，就算没有我给的竞标书，我相信也能顺利拿下项目。那也要看竞争对手是谁，若是陆总亲自出手，那结果如何还真说不好。所以这份情我成了。陆总今天约我出来，应该不只是为了听我道谢吧？我想请苏总帮我一个忙，陪我演一场戏。海外招商合作书，投资盈利200%。陆总，这份数据做得很漂亮，前景也描绘得天花乱坠，但核心构架却经不起推敲，属于典型的杀猪盘套路。你给我看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我希望苏总能制造一个假象，一个苏氏集团很看好这个项目，并且已经投入巨资的假象。你想用这个项目引陈天宇上钩，让他把资金投进这个无底洞？没错，我会找个机会把这个项目不经意间泄露给他。因为竞标的事情，我已经收回了他所有的股权，现在的他正是急于翻盘的时候。陈天宇不是傻子，这么明显的骗局，你确定他会相信？所以我要请苏总帮忙，用苏氏集团来背书，把这个局做得更真。你的意思是，陈天宇知道这个项目，他就肯定会调查，只要他调查结果显示背后有苏氏集团的影子，他就会相信，并且跟风投资。陈天宇刚在你手中吃了大亏，对你的商业眼光和手段，现在正是又恨又敬佩的时候。若是让他知道你很看好这个项目，他也会跟风投资。陆总，你就这么相信我，就不怕我落井下石、过河拆桥？毕竟在商业上，你和我可是竞争关系。我相信苏总不会让我失望的。好，这个忙我帮了。陈天宇、林薇薇，戏台已经搭好，你们也不要让我失望了。你怎么大白天就来找我？不怕被娄泽成发现吗？我现在没有功夫管那些，我让你试探探你到底去了吗？陆德成到底有没有发现什么？天宇，是不是我们太多心了？
我已经试探过他，他还像以前一样，稍微用点手段就对我言听计从。你不懂，换作是以前的陆泽辰，就算是我犯了天大的错误，他都能替我兜着。但是这次不一样，我只不过是小小的一次竞标失败，他居然要收回我的股权，还要让我暂时离开公司，根本不像他的做法。什么？收回股权，让你离开公司？怎么会这样？谁知道他到底抽什么风？难道他真的发现了什么？如果陆泽辰真的发现了什么，按照他的脾气和性格，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要不今天就除掉他？不行，现在我没有股权，也惹得那些股东不满。就算是真的除掉了陆泽辰，短时间内也没办法彻底掌握陆氏集团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这样，你找个时间再去测试他一次。如果他真的发现了什么，到时候我们再动手。老公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在加班啊？老婆，公司这2天处理的事情比较多，你先睡吧，不用等我了。老公，你辛苦了。是不是还在为天宇的事情头疼？你怎么知道？我都听说了，你收了天宇的股权，还让他暂时离开公司。要不是他竞标失败，我也不至于大半夜坐在这里收拾这些烂摊子。可天宇毕竟是自己人，你这样对他，是不是有些过了？他这次失误给公司造成了严重的损失，要不是我力压着，那些股东早已经闹翻天了。收回股权，让他暂时离开，既是给股东们一个交代，也是让他好好反思一下。话虽这么说，可是天宇毕竟跟了你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你这样处罚他，外面的人会不会说你不近人情？而且竞标失败也不全是天宇一个人的错。不是他的错，还能是谁的错？老婆，你平时都不太关心公司的事情，怎么今天突然关心起天宇来了？还不是为你着想吗？天宇是你最信任的兄弟，有他在身边帮你分担，你也能轻松一些，多抽点时间陪陪我嘛。老公，你是不是又怀疑我？对不起，老婆，可能最近事情太多了吧，我有点心烦意乱。天宇是我兄弟，他的事情我肯定会放在心上的，你就别跟着操心了，赶快回去休息吧。老公，这是什么？海外招商合作，投资利润200%。一个海外的招商引资项目，前景很不错。如果投资成功，能让陆氏集团的市值翻倍。翻倍？老公，你是打算投资这个项目吗？当然要投，这可是我花费很大代价才争取过来的，稳赚不赔。可是老公，这个利润这么大，会不会有什么风险？放心吧，我已经调查过了，不会有任何问题。你老公我像是这么容易被骗人的人吗？那当然，我老公最棒了。好了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只有这么赚钱的投资，不行，我得赶紧告诉天宇。贪婪的最终结果，只会让人自食恶果。把项目书拍下来发给我，小心点，别被他发现了。鱼儿开始上钩了。你疯了？被陆泽辰发现怎么办？放心吧，
陆泽辰在开会，没有3、4个小时根本就回不来。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？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？上次你给我的那个海外项目，我已经找人调查过了。怎么样？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。这个公司背景干净，资金丰富，想要给他投资的人简直排成长队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投资，就能赚到那么多钱。陆泽辰这个人还真是挺有点东西，能拿到这种级别的投资。而且我还听说，苏氏集团的苏婉也已经在这个项目秘密投入了巨额的资金。苏氏集团，他们也投啊？苏婉这个女阴险狡诈，经营的像头狐狸一样，连她都认可的项目，绝对错不了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把我们的钱全都投进去。放心，我已经把自己所有的流动资金都投进去，还抵押了我自己的3处房产。这一次要赚就赚到的。太好了，我们下半辈子都不用愁了。没错，而且还拉了大部分公司的股东跟我一起。这样一来，等到陆泽辰意外身亡，我作为配偶就能继承大部分股权，再加上这些受到好处的股东支持，我们掌控陆氏集团指日可待。没错，陆泽辰这个蠢货，也不知道他脑子里到底装着什么东西，放着这么好的一个项目，居然不用，才藏着掖着，反倒给了我们收买人心的机会，简直是在老天爷都不懂。我已经等不及了，今天晚上的结婚纪念日就送到上路，到时候就再也不用对着那个蠢货演戏。送我上路，是让你们蹦跶了这么久，也是时候该付出代价了。老公，这酒是我从国外私人酒庄特地空运过来，是今天专门给你准备的，你尝尝怎么样？前世我就是喝了这杯下酒的毒药，才最终命丧黄泉的。老公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，老婆，你有心了，把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布置的和我想象中的一样完美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嘛。老公，你快尝尝这酒，看看喜不喜欢。老公，你怎么不喝呀？是不是不合口味？老婆，结婚纪念日快乐。老公，我爱你。老公，我来捡。老公，这酒的味道怎么样？口感醇厚，回味悠长，果然是好酒。你喜欢就好。天宇，你怎么在我家？泽辰，结婚纪念日快乐！怎么样，惊不惊喜？开不开心呢？你们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我的好老公。陆泽辰，你平时不是很聪明吗？怎么现在反应不过来了？我哪里对不起你们？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害我？陈天宇，你最艰难的时候，吃不起饭的时候，是我拉着你一起创业，把公司一半的权利都交给你，把你当成我最信任的兄弟。林薇薇会娶你回家，给你最好的生活，尊重你，爱护你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。
从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告诉我，为什么？你们为什么要合起伙来害我？陆泽辰，少把自己说的那么伟大。你要是真的把我当成兄弟，真的想帮我的话，就应该把陆氏集团让给我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永远都是你高高在上，而我只能听从你的吩咐？没错，陆泽辰，你不要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，我能嫁给你，全都是为了帮天宇得到陆氏集团，不然我怎么会嫁给你？你知不知道，我每多叫你一声老公，每多看你一眼，都觉得恶心。原来你们早就开始算计我。我实话告诉你，你刚刚喝的那杯酒里已经被我下了药，等明天早上你意外死亡的消息就会登上新闻，而我则会顺理成章的继承陆氏集团。原来你们好狠的心啊！这都是你自找的，你要是乖乖把陆氏集团交给天宇不就好？谁要你非要挡我的路？哎，好了，喂喂，跟一个将死之人废什么话呀？过了今天，你就能彻底的离开他，而我们也能够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陆泽辰，从今往后再没有陆氏集团，只有我陈氏集团，而你安心的上路吧。是吗？你们不会真的以为是定我了吧？陆泽辰，死到临头了还在这大言不惭，你是不是临死之前产生幻觉了？就是，你以为你现在还能翻盘？别做梦了！很快你们就笑不出来了。你们不会是真的以为在背着我做的事情，真的可以瞒天过海，天衣无缝？你什么意思？你都知道些什么？不对，你怎么还没杀？你别喝那杯酒，你都是装的。老婆，结婚纪念日快乐！老公，我爱你。老公，我来捡。同一个地方，我又怎么会跌倒2次？什么？他没喝，可我明明看到，趁我捡餐叉的时候把酒给倒了。那杯酒我根本就没有喝，而且你们的计划我都知道的一清二楚。不可能！你怎么会知道我的计划？怪不得这几天你的行为那么反常，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陪你们演戏演了这么久，是时候该结束了。陆泽辰，就算你全都知道了，又能怎么样？你还以为你能像以前一样掌控大局吗？我告诉你，海外的那个项目，不仅你投了，我也投了。没错，陆泽辰，你没想到吧？我早就把那个项目告诉了天宇。不仅我投了，我还拉拢了公司大部分股东跟我一起投。现在，他们所有人的利益都跟我绑在一起，全都站在我这边。没错，天宇现在才是众望所归。陆泽辰，你已经被架空，最后的结局就只能是被扫地出门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你们自以为占了很大的便宜，却不知道贪得无厌的后果，最后只能落得自食其果。你什么意思？别急，你们很快就知道了。你们给我了一个这么大的惊喜，作为回报，我也要给你们一个更大的惊喜。天宇，会不会是那个海外招商项目有什么问题？不可能，海外的那个项目我找人策划过，绝对不会出问题。这个就是在故弄玄虚，等到他真的什么都失去了，我看他还怎么嚣张。喂，什么？杀猪盘？
什么？杀猪盘？天宇，什么杀猪盘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海外的项目是个骗局，是个杀猪盘，我们的钱全部打水漂了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陆泽辰，是你对不对？这一切都是你故意设的局，是你在诈骗呀！陈天宇，饭可以乱吃，但话可不能乱说。投资本来就有风险，风险越大，回报也就越大呀。这些道理你不会不懂吧？不，就是你故意把项目书放在桌子上引诱我去看，这一切都是你的骗局。我骗你们什么了？我是拿刀逼着你去投资了，从头到尾都是因为你们贪得无厌，现在自食恶果，是你们自己活该。天宇，快报警！我们是受害者，我们是被骗的，我们报警，把钱追回来。没用的，那个海外公司是个空壳公司，资金早就被转到海外几百个账户里了，根本找不到的，全完了。不止我们那些钱，还有那些股东，那些股东不会放过我的。不会放过你们的，可不止那些股东。陆泽辰，我们都已经一无所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非要逼死我们吗？逼死你们的话，也好意思说出口啊？你们两个，一个要给我下毒，想要置于我死地；一个想要谋财害命。这些罪名加起来的话，足够让你们这对狗男女把牢底坐穿了吧？你胡说！证据呢？没有证据，你这是在诬陷。不对，你说我们下毒，挪用公款，证据在哪里？你不要血口喷人。证据？好，我给你们证据。我给你们证据。现在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什么时候装的监控？你们说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动作都被记得清清楚楚。不知道这些证据够不够让你们这对狗男女把牢底坐穿？老公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饶过我这一次吧，我以后做牛做马的报答你。泽辰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是我对不起你，请你看在我们多年兄弟的情分上，放我一马，好不好？夫妻一场，兄弟情谊。你们给我下毒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夫妻一场？你们想要夺走我一切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兄弟情谊？现在知道求饶了，晚了。老公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你饶我这一回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，你还爱着我，对不对？泽辰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是人，我是畜生，打我骂我都行，求求你千万别送我去坐牢啊！现在知道怕了。你们决定谋财害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今天？泽辰，我错了，是他，都是这个贱人。他诱惑我说，只要能够除掉你，就能得到一切。我都是被他给迷惑的。陈天宇，你胡说什么？当初明明是你先来找的我，一切才全落在我头上。老公，你不要听他胡说，我是被污蔑的，我做的这一切全都是他指示我的。你放屁！李薇薇，现在你装什么无辜？要不是你主动勾引我，我怎么会跟你搅在一起？你就是个祸水，扫把星！我勾引你？你是什么好东西？你就是一个人面兽心的畜生！我变成今天这样，都是因为你。要不是你，我又怎么会被判责成？你这个王八蛋！李薇薇，你少再给我装无辜了！难道不是你主动给他下的毒吗？思辰，都是这个女人要陷害你，跟我没有关系啊！我保证，只要你放过我，我发誓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。老公，不是这样的，听我解释，你不要相信他。够了，求饶的话还是留着跟警察说去吧。陆总，苏氏集团苏总派人送来了请柬，
邀请您参加今晚成功项目的庆功宴。告诉苏总，我一定准时到场。